好，我是小云，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外籍人士，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籍人士，在这里生活了好些年，但我仍然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有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每一次都会被问到。当然，我身边的朋友不会再问我这些问题啦，毕竟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彼此，他们都知道这些问题都是我在这里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会发生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清单。当荷兰人发现我来自马来西亚，毫无疑问，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来这里？为什么会留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荷兰而不是在马来西亚？就是有很多为什么。到头来，我觉得我会待在荷兰是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的生活，我觉得这里的生活适合我，我喜欢荷兰的宁静，荷兰的开放，荷兰的自由，同时我也喜欢马来西亚的热情，马来西亚的友善，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我非常庆幸我有机会体验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种语境，两种生活和两种乡愁。当荷兰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也告诉我在这里生活的种种问题，这个国家有多不完美。荷兰是一个不完美的国家。我在刚开始做视频时，就曾经做过一个有关于荷兰完美并不美的主题。荷兰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看法，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直接的告诉我这个国家丑陋的一面。我并不想去破坏他们的想法，但马来西亚也不完美呀，马来西亚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社会上。当我们仔细的去想，这世上本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有的就只剩下这个国家是否适合或不适合我们。对于我来说，有趣的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荷兰人，他们会认为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不会愿意留在荷兰的，是不会愿意把荷兰当作自己的家长居下来。我们实话实说其实荷兰人是非常喜欢抱怨的，抱怨政府啦，抱怨工作啦，抱怨生活啦，抱怨天气啦，抱怨很多事情。每当我的荷兰同事或荷兰朋友在和我抱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时，他们都会在抱怨的最后附上一句：我是荷兰人，请谅解我的抱怨。这也说明他们是晓得，在他们的文化里，他们是喜欢抱怨的族群。第二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亚洲人真的什么都吃吗？在马来西亚吃大排档安全吗？大排档卖的水可以喝吗？会不会食物中毒？在这里他们所说的亚洲人什么都吃吗？是指那些 exotic meat。 我们也不是什么都吃，口味这种东西是看个人的嘛，有些人什么都吃，有些人什么都不吃。在马来西亚的大排档虽然不能说100%的卫生，但是也不至于到吃了或喝了就会食物中毒，而且也不是每一家路边摊都不卫生。对于我来说啦，在马来西亚吃路边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的路边摊可以吃，哪里的路边摊就尽量避开，它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最好吃的家乡味就是来自这些路边摊第三个我最被常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会说荷兰语吗？我为什么要学荷兰语？在这里95%的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为什么还要学荷兰语？在这一方面，我真的觉得荷兰人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可以多鼓励我们这些外国人多说荷兰语，而不是拼命的告诉我们在这里有95%的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学荷兰语是没有意义的。一开始我真的是觉得难以置信，因为荷兰人所说的这一些是 very motivating， 这也是问题的所在。很多外国人、外籍人士，甚至是移民人士，他们都会 take it serious， 他们会真的以为你说的对耶，
在这里大部分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干嘛还要学荷兰语？我或许可以不用学荷兰语耶。但我要告诉你，这也是我在我之前视频里说过了 N 次，学会了荷兰语改变了我在这里的生活，我了解了这里的文化，听得懂他们的笑话，也可以真正融入这里的生活，也理解了周围人。我也很常在我的视频里说，荷兰人在聚会中一开始他们会很友善的和你说英语，但几分钟之后 let's say 15到20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无论是在和朋友聊天，在说笑话，又或者是在冷嘲热讽的时候，他们通常都只会用荷兰语。如果你听不懂，不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你很容易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我以过来人的真实经历，给所有可能在看这段视频的外籍人士的建议是，一定要学会当地的语言。荷兰人给你们的建议你都不要听，不要以为这里大部分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就可以摆脱学荷兰语的命运。学会当地的语言真的可以改变你在这里的生活，它可以使你在这里的生活体验变得更美好，也可以在这里生活的自由自在。第4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家人吗？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相信你们也会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有一点多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当然会想念我的家人啦，但非常庆幸的是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我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和我的家人视讯，有时候视讯的太频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Technology-based relationship 就变得非常正常了，尤其是我在马来西亚的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视讯来维持我们的关系，所以我是非常想念我的家人的。也因为我们不常见面，不住在一起，在生活上我们少了很多摩擦，也因为这样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和谐更 close 了。最后一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几时会离开荷兰。你们没有听错，在这里我确实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何时会离开荷兰，我今后有什么打算。尤其是在疫情后的这一年，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次数就越频繁。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多少少是可以理解的。生活中充满了无常，尤其是我们这些外籍人士，一般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逗留太久。荷兰人他们就会想，他们应该在谁的身上投入时间来维持一段关系或者是友谊。而且荷兰人他们喜欢提前规划好一切，他们根本不喜欢惊喜，他们更喜欢所有事情在他们的掌控中。当荷兰人在交新朋友，发现这位朋友只会在荷兰逗留6个月、10个月、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他们是不会太感兴趣要去投入时间或精力来建立这段友谊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要建立一段友谊是非常不容易的 very hard。 就像当我认识了新的朋友，开始了新的 friendship， 我会想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参加活动，一起去聚会，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等等，这些活动就像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只是短暂的，我也不太感兴趣要去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每次被问到几时会离开荷兰，这个感觉也是怪怪的，总觉得他们在赶我走，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要离开了呢？在这里生活，当然还会被问到很多其他的小问题。你们有类似的经验吗？在异国生活，你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Nothing's gonna hurt your girl. I believe you're here for a while, then we die. But I believe this love is stronger than